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其实正处在一个极度混乱与危险的状态之中。无论你关注的是乌克兰的战火、中东地区的冲突，还是缅甸与苏丹的动荡，我们每天都在见证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悲剧一再重演。在面对这些跨越国界、牵涉无数无辜生命的巨大灾难时，许多人心中都会浮现一个巨大的疑问：国际法真的有用吗？还是这根本没有牙齿的老虎？当强权国家似乎可以随心所欲地跨越红线，我们所建立的国际司法体系，难道只是一种虚伪的装饰品吗？今天，我们就要来深度拆解这个极具争议却又无比重要的知识点。在今天的知识拆解中，我们会带大家从6个核心维度深入探讨。我们将从国际法的现实面出发，接着剖析最后手段法院的真实运作逻辑，并且直击这些机构所面临的政治压力与恐吓。最后，我们会探讨正义的代价、绝对中立原则，以及为什么在这样艰难的处境下，我们依然必须拒绝绝望。重点来了，我们直接进入第一部分，探讨国际法的现实面。国际法真的有用吗？这个问题非常核心。当我们谈论国际法的时候，绝对不能只停留在法条与理论的表面，我们必须直视那些真实的苦难，从逃离苏丹达佛地区的难民，在加沙失去挚爱的平民，到在缅甸遭受迫害的罗兴亚人。当这些活生生的人失去家园时，他们会问：法律到底在哪里？这引发了一个非常残酷的怀疑：国际法是不是已经死了？在现实的利益角力中，国际体系经常被批，往往可以凭借着强大的实力，在国际舞台上享有实质的豁免权。当强权不愿意遵守规则，国际机构似乎就无能为力。这种权力凌驾于原则之上的现实，让很多人认为，所谓的规则其实只是强者用来约束弱者的工具，对吧？这种深刻的怀疑论，在国际刑事法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ICC 成立之初就一直存在。历史上，这个法院面临着一个非常严厉的批评，那就是它被认为是一个专门对付弱者的法院，而强者却可以轻易地无视它。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ICC 的起诉对象几乎全部集中在非洲国家的政治人物身上，这导致许多人嘲讽他，说他其实只是一个用来处理非洲事务的欧洲法院。人们不禁质疑，这个法院是否会根据犯罪者的身份与国籍来随意改变执法标准？如果法律不能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它就不配被称为正义。这是一个极具杀伤力，而且我们必须正视的历史包袱。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理解了这些批评之后，我们进入第二部分，来真正厘清国际刑事法院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很多人对国际刑事法院有严重的误解，以为它就像是全球的超级警察，哪里有冲突就会立刻派人去抓坏人。这其实是完全错误的期待。国际刑事法院的真实定位是所谓的最后手段法院。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核心法律概念，叫做补充性原则。它的意思是，ICC 并不能随意干涉任何国家的司法主权，它只有在一个国家的国内司法机构彻底失灵，也就是当地政府无法或者不愿意对那些严重违反人类基本底线的罪行进行起诉时， ICC 才会作为最后的安全网介入。它并不挑选自己运作的世界，它只是在体制彻底崩溃时承担起最终的究责责任。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哦。根据官方的数据记录，目前全球总共有125个国家自愿签署了罗马规约，成为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这是一个非常庞大且具有高度指标意义的数字。虽然我们都知道，像美国、中国、俄罗斯等超级大国，出于各自的国家战略考量，并没有加入这个体系。但是这125个国家的参与，已经强烈证明了国际社会对于司法纠责的普遍渴望。
追求正义绝对不是少数西方国家的专利，而是全球多数国家的强烈共识。我们继续聊下去。第3部分，我们要直击核心痛点：政治压力与恐吓，来检视强权国家会采取什么样的报复手段。了解了法院的运作机制后，我们必须直视这个机构在现实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当一个国际检察官决定要对拥有强大国家机器作为后盾的领导人发出逮捕令时，他所面对的绝对不是文明的法庭辩论，而是赤裸裸的国家级报复。让我为各位拆解这些令人不寒而栗的打压手段。根据公开的记录显示，俄罗斯的军事情报局曾经策划让特务潜伏进入 ICC 办公室。法院本身也面临着极度复杂的国家级网络攻击。更令人震惊的是，美国也曾直接动用行政命令对法院的民选官员实施经济制裁，检察官家人的签证遭到撤销，银行账户被冻结，甚至连私人的微软电子邮件账号都被无预警切断。这种粗暴的做法无疑是对司法独立最暴力的践踏。我们来听听这句充满恐吓意味的言论。一群美国共和党的资深参议员曾公开对 ICC 检察官发出警告，原话大意是：如果你们针对我们的盟友以色列，我们就会针对你们以及你们的家人。这句话非常冰冷，而且非常残酷，它直接暴露出大国在处理国际司法时的大锤式思维。当法律调查到自己的盟友时，法律就不再是原则，而是必须被摧毁的敌人。这真实反映了国际司法在强权政治的夹缝中求生到底有多么艰难。面对这种排山倒海的压力，现任 ICC 检察官塔利姆汗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深度的逻辑。他认为，所谓的司法独立，并不是指你身处在一个完全没有压力的真空环境中。政治压力永远都会存在。真正的独立是具备足够的勇气与耐力，去明确拒绝向这些压力屈服。一个称职的法官或检察官必须能对政治的喧嚣充耳不闻，将所有的注意力绝对集中在受害者以及客观的证据上。这需要极度强大的心理素质。我们进入第4部分，正义的代价。我们把视角拉高，从历史的宏观角度来审视这一切。在当下，推动国际司法往往让人感到无力，进展有时候慢的，就像冰川移动一样。几十年好像都看不出明显的改变，但是我们回顾历史的进程，就会发现不同的答案。1945年，二战的惨痛代价催生了纽伦堡大审判。接着，1993年设立了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1994年设立了卢旺达法庭。这些出奇的临时机构，最终在一代人不断的努力下，促成了1998年罗马规约的签署，并于2002年正式成立了常设的国际刑事法院。这个庞大的体系绝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人类用血与泪换来的法律防线。历史清楚地证明，责任的追究最终总是会追向那些滥权的统治者。在这些法院刚成立的初期，当时的人们都觉得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闹剧。没有人相信前南斯拉夫的米洛塞维奇、卢安达的坎巴达，或是赖比内亚的查尔斯泰勒会真的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近期也没有人认为菲律宾的前总统杜特地会面临真正的跨国法律挑战。但事实证明，这些曾经掌控生杀大权、看似绝对不可侵犯的强势领导人，最终都必须面对司法机制的严格检验。这强烈印证了一个观点：今天看起来像是痴人说梦的法律行动，在明年往往就会成为不可撼动的历史事实。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我们来到第5部分，绝对中立原则，这是一切司法的基者。要让不可能成为可能，国际刑事法院必须坚守绝对中立。一个真正的法庭绝对不能为了迎合政治盟友而改变标准。一旦法律沦为政治工具，它就彻底失去了价值。我们来探讨一个极度讽刺但非常真实的对比。当 ICC 根据证据对俄罗斯这种西方世界的对手发出逮捕令时，国际社会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但是，当法律使用完全相同的法律标准，对像以色列这样的西方盟友发出逮捕令时，迎来的却是震耳欲聋的谩骂，甚至是实质的制裁威胁。这个对比精准地暴露了许多国家嘴上说尊重规则，实际上他们却只愿意接受符合自身战略利益的判决。面对这种显而易见的双重标准，检察官的立场非常坚定。他强调，正义女神必须是盲目的，正义必须是公正无私的。真正的法律不应该在乎你持有哪一个国家的护照、信仰什么宗教，或者是你的肤色。在法律面前，没有所谓的虚假对等，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生命比较高贵。如果法律不能做到一视同仁，那根本就是政治霸凌。这一点是司法体系绝对不容妥协的底线。我们以 ICC 处理以色列与哈马斯冲突的方式为例，法院明确拒绝了任何出于政治考量的权宜之计，他们的行动完全建立在严谨的证据采集与正当的法律程序之上。检察官的职责是同时去调查有罪与无罪的证据，而不是带着预设立场去办案。无论是加萨地区失去家人的巴勒斯坦平民，还是在以色列丧生的无辜婴儿，每一条生命的消逝，在法律面前都具有完全同等的重量。逮捕令的发出是基于一丝不苟的证据链，绝对不是为了平衡国际政治势力所做出的廉价妥协。最后总结今天的3大重点，其实也就是我们第6部分的核心精神：面对未来，我们必须拒绝绝望。在看清了国际法的局限、政治施压的残酷，以及维持绝对中立的艰难之后，我们该作何反应？其实，直接放弃国际法，认定它毫无用处，在逻辑上是一个具有严重瑕疵的选择。这里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哲学观点：绝望会塑造现实，而且它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当我们屈服于沮丧，当我们连尝试去攀登都放弃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成了阻碍进步的共犯。绝望的心态会侵蚀我们为保护人类底线所建立的防御机制，让那些企图破坏规则的权力者变得更加肆无忌惮。让我们用一个非常务实的分析视角来做个延伸。如果你去问那些在巴勒斯坦看着房屋被摧毁的受害者，或是那些在难民营里流离失所的罗兴亚人，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些承受着最深切苦难的人，依然对法律抱持着微弱却无比坚定的希望。他们相信法律最终能看见他们的存在。那么，作为坐在安全环境中的旁观者，我们有什么资格去感到绝望呢？对我们来说，绝望是一种我们根本承担不起，也不应该拥有的奢侈品。当历史的悲剧不断敲打着我们的道德底线时，我们是否愿意挺身而出，去捍卫那个曾经对历史许下的承诺，绝不让悲剧重演？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国际法虽然面临强权施压与双重标准的严峻挑战，但它依然是人类追求正义的最后防线。真正的司法独立是具备抵抗压力的勇气，我们绝不能因为现实的残酷就放弃对中立与纠责的坚持。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